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丽景奈金子所著的《什么都不做的习惯》这本书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经常感到疲倦，或者受到不明原因的身体不适困扰。繁忙且压力巨大的工作，每天繁重的家务和育儿任务，物价上涨和增税带来的经济不安，让我们总是感觉没有余裕，心情烦躁不安。尽管如此，大家还是尽力压抑疲劳和压力，勉强度过每一天。丽景医生指出，现代人之所以如此疲惫，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各种行为上都过度了，无论是工作过度、忙碌过度、努力过度、饮食过度，还是熬夜过度，这些过度行为对身体都是一种负担。即使我们本就生活在身心双重压力下，但因为总是过度做事，才会感到如此疲惫。因此，丽景医生提出了什么都不做的习惯。所谓什么都不做，并不是指放弃工作或家务育儿等应做的事情，而是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，有意识地创造出休息时间，培养身心都能充分恢复的习惯。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让我们面对自己的生活，学会有意识的休息，不仅能够带来健康的生活方式，还能提升工作、家务、育儿等各方面的表现，让每天的生活更加充实。对于那些感到因为过度做事而疲惫不堪，或者有点太过努力了的人，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：第一，自己记录24小时的行动，解放疲劳和压力的秘诀就在这里。第二，想要成功减肥，就不要忍耐自己喜欢的食物。推荐的2种健康饮食习惯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将详细解释分析疲劳和压力原因的具体方法。丽景医生指出，日复一日忙碌生活的我们，身体和精神并非处于最佳状态，甚至习惯了这种状况，以至于无法察觉自己已然疲惫不堪。比如照镜子时发现眼下出现了黑眼圈，脸色憔悴，不知不觉间体重增加了10公斤。虽然自己觉得没事，但周围人却经常表示担忧。有时我们对自身的变化毫无察觉，等到发现时，身体状况已严重恶化。简单的疲劳还算好，如果因不规律的生活方式导致了生活习惯病或精神压力的加剧，可能会无法挽回。因此，关键在于准确掌握自身状态，不是等到疲劳了才休息，而是为了避免疲劳提前休息。因为当你感到累了的时候，身体已经承受了很大的负担，这时更应该早点休息。而且不仅仅是休息，还要采取能够让身心完全恢复的休息方式。所谓的休息，并不是只花时间上网冲浪、漫无目的浏览 Twitter 或 Instagram， 或是狂饮酒精，这些都无法真正恢复身心。错误的休息方式反而可能加重疲劳和压力。真正让身心恢复的休息，应该是当早晨醒来时，感到疲劳已完全消除。如果早晨醒来时，您不禁叹气，感到又要开始工作了，或是又是辛苦的一天，那么这说明您目前的休息方式并没有让您摆脱疲劳和压力。如何将休息融入日常生活呢？其实并没有一种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方法，因为每个人的疲劳和压力来源都不尽相同，不同的原因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法，因此休息的方式也应因人而异。这里重要的一点是，要将自己一天的行为可视化。通过回顾自己一天的行为，您可以找出疲劳和压力的原因。例如，如果您发现自己在睡眠不足的第2天，会不自觉地吃更多的甜食，那么您可以采取一些措施，比如减少无意识中吃的甜点数量，避免晚上拖延时间而早睡，或者尝试午睡一下。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同，疲劳的原因也各不相同，因此理解自己并掌握自己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。一旦您能够准确把握自己的行为，您就可以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什么都不做的时间，真正得到能够恢复疲劳的休息。接下来，我将具体介绍如何将自己的一天可视化。首先，我们应该做的是在笔记本上记录一天中的主要活动。
仅仅记录生活中必然存在的睡眠、饮食时间及内容，就能更容易回顾当天的行为。记录睡眠和饮食之后，还要记录其他大致的行为。在此过程中，不要用像工作或家务这样笼统的词，而是具体记录工作中的邮件回复、制作演示材料、开会等事项。家务方面也可以记录烹饪、打扫、洗衣等内容，尽量不要让记录变得过于繁琐。当您把一天的主要行为记录在笔记本上后，请将这些行为分为以下3类：为您充电的主要来源，睡眠。除了睡眠之外，能为您充电的行为，消耗您能量的行为。首先，最重要的为人类充电的行为是睡眠。记录每天的睡眠时间以及当天的体调和心情，可以帮助您了解自己需要睡多长时间才能恢复精力，并保证第二天的表现稳定。我们往往不了解自己的最佳睡眠时间。有时候您可能认为自己是个短时间睡眠者，但实际上，多睡一些可能更有效率。相反，如果您睡的时间很长，可能会发现稍微缩短睡眠时间反而表现更好。睡眠时间太短或太长都会让您远离最佳状态。因此，通过每天的行为记录来掌握自己的最佳睡眠时间非常重要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确认除了睡眠之外，能够为您充电的行为，例如阅读、看电影、做瑜伽、户外活动、时尚等，这些都可能是不同人恢复身心能量的方式。在记录这些喜欢的活动时，具体描述是关键。例如读书时，有时您可以通过沉浸在喜欢的世界观中获得乐趣，但如果内容太难以理解，反而可能会感到疲惫。通过日常记录，了解自己在什么时机读哪类书能够让您真正享受阅读，并且帮助缓解压力。同样，电影观赏也是如此。您是喜欢一个人看电影，还是喜欢和伴侣一起笑着看？这两者之间也会有所不同。您可能会意识到，真正重要的并不是看电影本身，而是和伴侣共度的时光。如果是这样，即使没有时间看电影，花点时间与伴侣相处也能让您放松。这种方式，通过具体记录并分析充电行为，您可以找到自己真正重视的时间。在完成了对充电行为的记录后，接下来就要具体描述那些消耗您能量的行为。工作本来就会让人感到疲惫，但不同的工作环节会带来不同的压力，这也是疲劳的来源。如果您觉得每天单程1小时往返3小时的通勤让您感到痛苦，搬家可能会大大提高生活质量。如果是人际关系或工作环境本身带来的巨大压力，换工作也是一种方法。即使您不喜欢工作，总有某些特定的原因让您感到不适。因此，通过日常行为记录，找出那些最消耗您能量的行为。通过每天记录和回顾自己的行为，您可能会发现，原来在沙发上懒散度过的时间，实际上是导致您睡眠不足的原因。或者你喜欢的海外剧一口气看完，反而减少了与伴侣相处的时间。您可能会意识到，那些本以为是放松的行为，实际上是在消耗您的能量。作者指出，考虑疲劳和压力是否得到了恢复，许多人会发现自己虽然看似在休息，但实际上并未真正休息。广泛审视自己的时间使用和整个生活，调整充电与消耗的平衡，对于提高生活质量非常重要。如果进一步整理，我们的生活主要可以分为工作、家务、人际关系、睡眠、饮食、个人时间6个因素。在这些因素中，工作、家务和人际关系通常会导致能量的消耗，而睡眠、饮食和为自己留出的时间则有助于恢复能量。当这6个因素的平衡得到良好维持时，即使感到疲倦或压力，我们也能充分恢复，过上高质量的生活。然而，只要其中一个因素失衡，整个生活的平衡就会被打破，从而对身体和心理产生重大影响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您希望从疲劳和压力中恢复，并提高日常表现，就需要逐步调整行动，使失衡的因素恢复到最佳状态。当然，每个人的平衡失调情况和恢复方法各不相同，
因此，您需要从自己的行为记录中找出原因，并思考如何改善。这里想强调一个重要的观点：等到感到疲惫再休息，为时已晚。正如之前所述，之所以等到感到疲惫再休息，为时已晚，是因为在身心俱疲的情况下，恢复的手段变得非常有限。如果只是采取对症疗法来恢复，实际上性价比非常低。例如，如果您去按摩来恢复疲惫的身体，每个月可能要花费数千或数万元。如果健康状况恶化到需要看医生的地步，那么治疗费和药费将带来额外的成本。如果压力过大，精神状态无法恢复，甚至可能发展到无法工作的程度，比如抑郁或焦虑障碍。如果等到明显的疲劳或异常已经让您自己也意识到时，治疗不仅需要花费金钱和时间，还可能把您逼到无法回头的地步。生活习惯病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。如果您试图通过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强行缓解日常疲劳和压力，可能会患上如糖尿病、肥胖症、动脉硬化等根本难以治愈的疾病。我们都不希望因为忽视了疲劳和压力，而不得不一辈子带着疾病和不适生活。与其在感受到身心异常后再进行处理，不如通过改变日常生活中导致异常的行为，从而预防疲劳和压力。这是保持身心健康并幸福生活的关键。当然，一下子彻底改变生活方式并不容易。比如，尽管通勤很辛苦，但马上搬家可能不现实。即使职场的人际关系让人难受，但也不可能立即跳槽，即便原因已经明确。现实中要立即改变所有行为是很困难的。然而，即使不能做到最佳选择，也需要逐步改变行动，尽量避免最坏的选择。如果在工作中消耗了大量能量，导致生活失去平衡，那么就应尝试在睡眠、饮食和自我时间中尽可能补充能量，或减少在家务和人际关系上消耗的能量，从而逐步调整平衡。通过记录一天的行为并回顾生活，您一定能发现那些虽然以为是在休息，但其实无法充电的行为，或者那些您认为必须做的，但实际上消耗巨大的行为模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要试图一下子改善所有生活模式，而是尝试从当前的行为中减少一项。如果工作让你感到辛苦，而家务的负担又很大，可以考虑与配偶商量分担家务，或者购买高效的洗碗机和扫地机器人，逐一找到可以改善的地方。多余的行为会消耗能量，所以在列出一天的行为后，尽量注意那些可以减去的行为。即使目前你还无法放下某些坚持，但只要意识到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放弃这些行为，也能避免突然崩溃的情况。试着将自己目前背负的沉重负担一点点减轻，逐步调整一天的行为模式吧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。如果你想成功减肥，就不要克制自己，尽情享用喜欢的食物。推荐的2种健康饮食习惯。之所以选择饮食作为重点，是因为作者厉景医生分析并强调，感到疲劳的人饮食习惯必然会紊乱。厉景医生原本是一位营养师和饮食顾问，拥有丰富的饮食咨询经验。正因为对饮食非常了解，厉景医生才会断言，疲劳的人饮食一定会出问题。因此，仅仅通过改善日常饮食，就能有效缓解您的疲劳和压力。例如，回想一下您昨天吃了什么？您还记得昨天的饮食内容吗？突然被问到这个问题，可能很多人都无法马上回忆起自己吃了什么。尽管我们的身体依靠每日从食物中摄取的营养维持机能，但实际上，许多人几乎没有关注自己吃的东西。如果无法回想起来，这就意味着您对自己的饮食没有足够的关注。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吃得挺健康，每天都吃蔬菜，最近也不怎么喝酒了，不仅吃肉，也会吃鱼。如果没有客观的记录，您就无法准确掌握自己的饮食情况。详细记录每天的饮食内容，使之可视化是非常重要的工作。通过记录饮食，您可以客观地发现自己其实没有吃多少蔬菜，从而察觉到饮食习惯的紊乱和营养不足。
此外，如果您能够分析出饮食内容对日常表现的影响，您还可以了解哪些饮食习惯适合自己。因此，首先从详细记录每天的饮食内容开始。记录饮食的方法也有技巧。丽景医生推荐使用9格清单来检查饮食内容，将一天的饮食按早、中、晚餐以及主食、主菜、副菜分成9格，这样就更容易掌握饮食情况。首先，在主食一栏中记录白米饭、面包、意大利面、拉面等碳水化合物。接下来，在主菜一栏中记录鱼、肉、鸡蛋、大豆等蛋白质来源的食物。最后，在副菜一栏中记录蔬菜、蘑菇、海藻、水果等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食物。仅仅记录3天到1周，就能一目了然地看到您过量或缺乏的营养素。例如，即使早上只吃了简单的食物，也可以在中餐和晚餐时充分摄取营养。了解饮食的过多或不足，并调整饮食中不平衡的部分，这是改善饮食习惯的基本原则。特别是对于目前感到疲劳的人，需要仔细检查主菜部分是否得到了充分的摄入。医生表示，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状态不佳时，往往是因为主菜中蛋白质摄入不足。蛋白质与影响情绪的神经传递物质，如血清素和多巴胺的生成密切相关，因此蛋白质不足容易导致精神状态的不良反应。另外，尽量减少白米饭和面包等碳水化合物的摄入，即糖质限制对健康是有益的，但如果过度限制糖质摄入，可能会导致能量不足，容易感到疲劳，甚至因为过度饥饿而增加零食的摄入，从而产生负面影响。毕竟每个人的基因和体内环境都不相同，因此没有一种普遍适用于所有人的健康饮食方法。通过记录每天的饮食内容和身体状况，比较在摄入充足糖质与减少糖质摄入的日子中的体感差异，您可以逐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饮食方式。接下来，医生将具体介绍2种推荐的饮食习惯。如果尝试采用所有习惯导致压力增加，或与个人生活方式不符，反而会产生反效果。但这些内容在审视和调整您的饮食生活时非常有参考价值。建议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先行尝试并记录结果。具体推荐的饮食习惯如下：晚餐在20点之前结束，进行时式冥想，即使是少量，也要吃真正想吃的食物。我们来具体看看每项建议。首先，关于晚餐在20点之前结束，在考虑健康的饮食生活时，饮食时间是一个重要因素，特别是晚餐时间非常关键。晚餐时间一旦延迟，可能成为疲劳和身体不适的主要原因。通常食物的消化需要3到5个小时，如果在临睡前进食，内脏在睡眠中仍然需要进行消化活动，导致睡眠质量下降。睡眠质量下降，早上就很难神清气爽地起床，于是您可能会睡到最后一刻，然后匆忙赶去上班，或是胃部不适、精神不佳的工作，整天的工作表现都会受到影响。此外，睡眠不足还会增加刺激食欲的荷尔蒙分泌，导致晚上饥饿感增加，进而想要进食。这样一来，为了消化晚上吃的食物，睡眠质量再次下降，形成了一个无休止的恶性循环。为了避免这种最糟糕的恶性循环，晚餐时间必须至少在晚上8点之前结束。如果在晚上较早的时间进餐，即使吃自己想吃的食物，也不会有问题。这样既满足了胃，也满足了心理。对于那些总是在晚上8点以后吃晚饭的人，可以尝试一些改变，例如把洗澡和吃饭的时间对调，周末提前准备好菜肴，避免在傍晚吃零食，而是在那时吃晚餐，或者在早些吃完晚餐后，按照同样的日常流程继续工作或进行兴趣活动。当您能够在晚上8点之前结束晚餐后，可以进一步了解适合自己舒适的进餐时间和时机。通过优化一天中的进餐次数，包括零食以及午餐和晚餐的时机，您的表现将会进一步提升。用长跑来比喻一天的生活，进餐时机就像是补水站。
如果能在合适的时机补水，您将能够发挥最佳表现。但如果补水的时机不对，可能会导致速度变慢，甚至可能因为脱水而无法跑完全程。您在何时何地进餐将直接影响您的表现，因此持续记录每日的饮食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进餐时间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第二个建议，进行时事冥想。简单来说，时事冥想就是在进餐时，避免做与饮食无关的事，例如工作、使用电脑、看电视、观看手机视频或玩游戏，而是集中注意力，专注于进食本身。具体做法非常简单，在进餐时可以尝试以下4个步骤。步骤1，首先双手合十说一句“我开动了”，然后慢慢地观察眼前的料理。平时可能会马上动筷子，但在开始进食前，先用眼睛细细品味这些食物，并带着感恩的心情开始用餐。步骤2，在吃下第一口食物后，放下筷子，此时要注意轻轻地放下筷子，不要发出声音。步骤3，闭上眼睛，享受食物通过鼻腔散发的香气和口中的滋味。通过闭眼，屏蔽视觉感官，使嗅觉和味觉更加敏感，从而更好地品味食物的香气和味道。步骤4，每一口食物咀嚼30次，感受食物香气、味道和口感的变化。当食物经过喉咙时，感受这种感觉会更好。通过这4个步骤，您能够集中精力在当下的进食过程，从而最大程度提高用餐的满足感，减轻压力。同时，由于咀嚼充分，还能激活被称为幸福荷尔蒙的血清素，使人更容易获得幸福感。此外，持续进行时事冥想会提升您对食物的敏感度，味觉变得更加敏锐后，可能会发现自己更喜欢味道朴实自然的蔬菜和水果，而不是味道浓重的加工食品。曾经在工作时吃得津津有味的零食，现在细嚼慢咽时可能会觉得过于甜腻，这也可能促使您减少或停止吃零食。通过引入时事冥想，你会对日常吃的食物有新的发现，有时甚至会改变您的想法。你会更加关注自己吃的是什么，自己是以怎样的方式在进食。这样一来，即使进食量减少，你也会感到满足，并且更倾向于选择对健康更有益的食物。如果您觉得一下子进行时事冥想有些困难，可以从零食或咖啡等简单的食物开始尝试，专注于品味食物的过程，还可以帮助您预防暴饮暴食。顺应自己的欲望，并不是否定自己，能够在享受美食的同时，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和平衡，才是无压力的维持健康饮食的关键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——学识 Plus， 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